这名跟了老板7年的老员工，只是想涨薪2000块钱，不料老板听完劝他主动离职。其实我是鼓励你去闯一闯的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因为你跟了我7年。在这档真人职场综艺中，员工小怪的处境让无数打工人共情。5年前，张婉婷从原公司离职创业，第一个喊上的就是当时的同事小怪。凭着一份信任和仗义，小怪二话不说辞了，稳定工作，成了张婉婷的贴身助理，一陪就是7年。公司初创的时候，张婉婷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拍着小怪的肩膀说：“我俩哪是上下级，就是亲人。”可就是这份亲人情分，在小怪最需要钱的时候碎得彻彻底底。小怪父亲病重那年，张婉婷以公司困难为由，把他的工资从1万直接降到8000，一下少了2000。那几年经济下行，不少公司都在降薪。小怪没多想，只当是共度难关，哪怕自己要负担父亲的医药费，依旧咬牙扛着，跟着张婉婷跑前跑后。直到公司业务回暖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他才鼓起勇气，趁着录节目的机会提了涨薪需求。本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，没想到张婉婷的话直接给他浇了盆冷水，反倒怪小怪平时工作不努力。其实我给你降薪不是因为大环境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的工作状态不是很理想。在张婉婷眼里，小怪每天熬夜加班完成交代的所有工作，根本不算优秀。他要的不是一个听话的助理，而是一个能主动拉业务、谈合作的全能选手。什么时候你自己跳脱出来了，去创造了主动性了？我谈了一个什么？我谈了一个商务，我谈了一个帮婉婷姐对接好了一个产品，我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观的提成。当你能完成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为了留住你都会给你涨薪。这番话让小怪瞬间愣在原地，拿多少钱办多少事，本是职场默认的规则，自己拿着8000的薪资，早已承担起远超本职的工作，如今却要被要求完成商务拓展的额外任务，才能谈涨薪。这老板的算盘打得我在屏幕外都听见了。更讽刺的是，张婉婷前几天还在镜头前立人设，他觉得我不给他涨薪，其实我一直等着他来跟我说涨薪，怎么不说呢？我就这种感觉。可真等小怪主动开口了，他又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。但小怪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没存在感吗？镜头里的细节不会说谎。自从张婉婷上了夫妻综艺爆火后，业务早就从经纪人扩展到综艺活动，以前的经纪工作全丢给了小怪。他不仅要跟着张婉婷全国跑组，还要对接商务、处理杂事，经常忙到天亮。现在是上午将近8点，刚刚结束。可这些辛苦在张婉婷嘴里全成了公司的功劳，是自己给了小怪一碗饭吃，他理应对自己感恩戴德。自己之所以不给小怪涨薪，小怪需要多从自身找原因。我给你开1块钱和我给你开10块钱，你为我提供的劳动力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这2000块钱能解决啥？这2000块钱我一会儿出门我就转给你，我1年的我都转给你。是的，对于已经创业成功的张婉婷来说，2000块钱可能就是一顿饭钱，根本不值得小怪当着镜头对自己逼宫。但对于小怪来说，这2000块钱就是自己生病父亲1个月的救命钱。小怪强压着情绪，只想听到一句明确的答复。可张婉婷还在画大饼，表示自己可以给小怪涨薪，但并不是看重小怪的能力，而是看在小怪跟了自己7年的情分上。但这样做的话，对于公司其他人不公平。这句话彻底点醒了小怪，他终于忍不住反问：到底是你给我创造安全感更重要，还是我给你创造安全感更重要？我没有办法安心的。那这么久你为什么不开掉我呢？我没有给你安全感。这句话戳破了所有亲人的伪装，张婉婷连装都懒得装了，直接摊牌。其实我是鼓励你去闯一闯的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因为你跟了我7年了呀，小怪。这话听得委婉，实则就是逼他主动辞职，既不用付赔偿金，还能落个为员工着想的名声。当初哄的小怪是因为小公司招不到人，现在公司做大了，小怪这个老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了。这一幕也给所有打工人提了醒。职场里最没用的就是感情牌，老板和你谈亲情谈理想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让你少谈情。真的给所有打工人一个非常现实的提醒：第一，永远不要用情分去换安全感，真正能给你安全感的只有合同、薪资和清晰的岗位边界，而不是一句你跟了我这么多年。第二，一旦你长期超额付出却始终没有加钱，在老板眼里那就不再是能力，而是理所当然。第三，涨薪从来不是奖励忠诚，而是购买你未来的产出。如果你的老板只会夸你人好、懂事，陪他吃过苦，却始终不肯为你的能力定价，那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，你不是被珍惜，你只是便宜。很多人替小怪不值，但小怪从来不是个例，他的问题不在于不努力，而是在一开始就把关系型信任放在了职场规则前面。创业初期，老板需要你的忠诚；企业成熟之后，老板真正需要的只剩下性价比。情分只在利益一致的时候成立，一旦利益发生冲突，
情分永远是最先被牺牲的。所以，成年人的职场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你可以讲感情，但永远要先把价格谈清楚。你最靠谱的底气，从来不是老板的一句客套话，而是你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。